每日新闻汇总。首先是特朗普对欧洲发话，特朗普政府5日发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，要求欧洲承担自身防务主要责任，并明确提出终结北约无限扩张的概念。文件主张通过美国优先政策推动欧洲战略自主，这与拜登政府强化跨大西洋联盟的方针形成显著转向。然后是特朗普继续批评欧洲，特朗普政府5日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，罕见警告欧洲正面临文明消亡危机，直指欧盟官僚主义侵蚀主权，移民与少子化加速衰退。文件称，若持续现状，欧洲20年后将丧失全球影响力。在乌克兰停战议题上，报告批评欧洲怀抱不切实际的期望，并明确表态将支持各国右翼势力抵制欧盟现行路线。接下来，特朗普拿了个奖，国际足联5日将新设立的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特朗普，表彰其在巴以和平方面的外交努力。颁奖仪式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抽签活动期间举行，现场甚至演奏了特朗普竞选集会常用的歌曲。然后是普京和莫迪这边，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6日访问印度，与莫迪总理举行会谈，双方同意深化战略伙伴关系。普京表示，尽管面临西方制裁，俄罗斯将确保对印度的燃料供应不间断。莫迪在会谈中强调印度渴望和平，被视为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方做出含蓄提醒。印度近期也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，中印俄3国互动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。然后最近德国天天都有动静，德国联邦议院5日通过新兵役制度法案，将于2026年1月起实施新制规定，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必须完成线上问卷及适应性测试，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志愿兵役制。若志愿人数不足，将考虑重启已于2011年暂停的义务征兵。此举旨在应对俄乌冲突后的安全威胁，并确保20万预备役。法案通过前后，德国多地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。接下来看看韩国。韩国最新民调显示，超过60%20至39岁的年轻人对半岛和平统一议题缺乏讨论意愿，61.1%。受访者表示从未与他人讨论过相关话题，57.3%拒绝参与官方组织的相关活动。主要原因包括感到政治负担44.4%和认为无实际效果40.2%，凸显出政策关注与青年疏离的矛盾。最后是娱乐产业的消息，网飞12月5日宣布已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最终协议，将以720亿美元收购后者。这笔交易标志着好莱坞传统电影巨头将纳入流媒体平台旗下，成为美国媒体行业重大重组。网飞将把哈利波特系列、DC 漫画等热门 IP 纳入其流媒体内容库，显著提升与迪士尼等对手的竞争力。明天见。